太阳系的形成始于大约46亿年前，在太阳形成的过程中，附近发生了若干次超新星爆发。1755年，德国哲学家康德在《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》一书中提出，在万有引力作用下，由于超新星的冲击波在分子云中造成了超密度区域，导致了较大的微粒逐渐聚集加速，这促成了在弥漫物质团的中心形成了巨大的球体，即原始太阳。其余部分摊平并形成了一个圆形星盘，继而形成了太阳系其他天体。从长远来看，太阳的自身变化将直接影响太阳系其他星体的命运走向。随着太阳耗尽自身内部的氢燃料，它会变得越来越热。大约6亿年后，太阳的亮度将扰乱地球的碳循环，使树木和森林无法生存。大约8亿年后，太阳将杀死地球表面和海洋中的所有复杂生命，地球将重新迎来以单细胞生物为主的时代。11亿年后，太阳辐射输出的增加将导致其恒星周围的宜居带向外移动，使地球表面液态水无法自然存在。到那时，海洋表面的蒸发会加速地球温度升高，甚至可能导致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更快灭绝。35亿年后，地球的表面将变得如同金星一般炽热。40亿年后，地球的空气由于外移到太空，地球会变成焦黑的行星。大约54亿年后，太阳度过它漫长的青壮年期，进入老年阶段。经过科学家们的计算，届时太阳将变得异常巨大，此时水星甚至连金星都会被太阳吞噬。在太阳作为红巨星的生命周期中，强烈的恒星风会带走太阳约33%的质量。在此期间，土星的卫星土卫6可能会达到维持生命所需的表面温度。随着太阳的持续膨胀，地球很可能会被太阳吞噬。在这个时候，柯伊伯带的冥王星和凯伦有可能达到可维持生命的表面温度。由于它们太小，无法容纳像地球一样浓密的大气层，因此它们将经历极端的昼夜温差。当太阳核心周围颗粒燃烧的氢的质量到达现今太阳质量的45%时，太阳将成为一颗水平分支星。在燃烧完核心内部的氦后，太阳将迎来第二次膨胀，成为所谓的渐进巨星质。渐进巨星质是成为白矮星的前兆。这一阶段将持续3000万年，之后再过10万年，太阳的残留外层将失去。之后，太阳所剩的就是一颗白矮星。白矮星是一种低光度、高密度、高温度的恒星，因为它的颜色呈白色，体积比较矮小，因此被命名为白矮星。白矮星在1万年的时间里逐渐冷却变暗，随着太阳的消亡，它作用于行星、彗星等天体的引力会随之减弱。此时，太阳的行星将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的生命存在。20亿年后，太阳核心的碳和氧将冷却，它所剩的90%的质量将形成结晶结构。最终，经过大约1000万亿年，太阳将最终完全停止发光，成为一颗黑矮星。